我觉得陆太太拿着于小姐的相片去，特意让姐看，其实是在试探姐对东明是否有想法，结果肯定是没有的，姐压根儿就没有考虑过东明。她现在一心扎在早餐店里，她只想搞事业，只想赚钱。战印把海林看得也通透，姐但凡对东明有一点想法，陆太太都不会让姐继续在那里开店的。海彤认同丈夫说的话，陆太太就是试探她姐姐的，她姐什么都不知道。不过也好，这样不会受影响。老公，你说我要不要告诉我姐这些事情啊？陆太太束手无策，说明和我们一样，只是怀疑，却证实不了。你不用去跟姐说什么，我跟东明说一说就好，叫他以后少去咱姐那里吃早餐。战印在心里吐槽着好友，他家里又不是不提供早餐。陆东明用得着周末都早早跑到任你食吃早餐。好，等战印吃饱喝足了，海彤笑眯眯地问他，老公，哎呀，现在要我陪你去哪里不？战印宠溺地轻弹一下他的额，要呀，我吃得太撑，就需要散散步消消食，你陪我到楼下去散散步。海彤笑，我舍命陪君子，别说的那么严重，陪我走走就行，不用舍命的。梁姨笑眯眯的就看着夫妻俩出门散步。海彤本想带着小白出去的，看了身边的男人一眼，那又看一眼想跟随的小白，最终是选择了男人，不要小白。在小区里散步的人挺多的，也有人遛狗啊。战印是不喜欢离那些小动物那么近的人，遇到有人遛狗，他都拉着海彤闪得远远的，让遛狗的人都很不好意思，不停地对夫妻俩说道，我家的狗不咬人的，小区里的人养的都是小型的宠物狗。海彤不好意思地冲人家笑笑，并没有解释自家男人就是个怕多毛动物的人。至于战印吗，他在外人面前那是冷如寒冰的，那张脸绷得紧紧，像大理石一样。海彤想啊，拿把小刀在他脸上划2下都划不出痕迹来，太硬了。老公，你为什么不喜欢猫猫狗狗？别人家的猫狗可不可爱就不说了，咱们家的小白和2只布偶猫确实很可爱的。你也不喜欢？小白现在肉嘟嘟的，我觉得它特可爱。梁姨把3小只照顾得太好了，连2只布偶猫也被养得肉乎乎的，比刚到海彤身边时要大了1倍都不止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反正我就不喜欢。在山庄里，他们养的宠物从来不会出现在我面前，怕我把他们的宠物都卖了。战印紧握着海彤的一只手，偏头看他2眼。他当初嫌家里冷冷清清，夫妻俩经常是大眼瞪小眼，有时候的确有点尴尬，他考虑再三，才送了他宠物狗和猫，让他养着，但不允许3小只进他的房间，那是他最后的坚持了。为了他已经破过太多的例。海彤懂他那2眼的意思，他笑道，老公，谢谢你，他若不爱他就不会送他宠物。其实在战印妥协送了他宠物时，他就爱上了他的。你喜欢的东西和动物，在我能包容的范围内，我都会满足你的，不用跟我说谢谢，我不喜欢听你说谢谢，真要感谢我，就给我一点实际的。海彤笑，你什么都不缺，我又身心都是你的了，还能给你什么？这句话战印喜欢听。海彤的手机响了啊，他掏出手机看了来电显示后，迫不及待地接听了。战印在猜测打电话过来的人到底是谁，居然能让海彤迫不及待地接听。平时他打电话给海彤的时候，他是否像此刻这般迫切？战印就喜欢吃醋，就喜欢跟他所有在乎的人 PK， 他希望他是 PK 到最后成为他最重要的那个人。奶奶，海彤不知道身边的男人因为他接电话过快都在吃醋。电话是老太太打来的。战印听到海彤叫了一声奶奶，那就在心里举了白旗投降。他斗不过奶奶。彤彤最近过得怎么样呀？奶奶不在家。你想奶奶吗？老太太在电话里呵呵的笑，明显心情很好。不想奶奶，奶奶招呼都不打一声就跑到江城去了。
也不提前跟我说一声，我也想跟着奶奶过去看热闹的。老太太笑呵呵的道，现在还没有热闹看，等有热闹看了，不用奶奶叫你。制造热闹的人也会去找你和阿印的。今天周末啊，阿印不上班，你们夫妻俩不出去浪一浪啊？自驾游也好呀，不要整天待在家里，那样会闷得长毛的。晚上要参加宴会，今天就不去玩了。管城的风景区我们都去旅游过，暂时没有想去的地方了。海童说的也是事实，他在管城生活了那么多年，好玩的地方，在还没有嫁给战印时，他就去过。什么宴会？哇，哪家又办宴会啊？那你还是跟着你大姨去吗？老太太关切地问着。是孔老办的宴会，在管城大酒店，我陪着这战印出席吧，今晚就不跟着我大姨了。老太太听后笑道，原来是孔老呀，他往年都是10月份才会办宴会，今年提前了半年，他这是打算1年办2次吧？那你可得陪着阿印去，那小子活到现在，还没有带着女人参加过宴会呢，他没啥经验，彤彤，你多包容包容他。记住奶奶的话，你想让你男人变成什么样子，你就放手去调教，好男人都是自己调教出来的。不过你也别太宠他，男人也是宠不得的，一宠就上房揭瓦。海童身边的战印把自家奶奶说的话只字不漏地听进去，他忍不住吐槽奶奶一句，奶奶，你可真是我的亲奶奶，就没有听你说过我的好话。哎，彤彤，那臭小子在你身边呀。老太太声音非但没有小，反而更大声了，刻意让战印听得更清楚一点。那他老人家说着战印，臭小子，就你那副臭脾气，总是绷着脸，一副谁都你几个亿没还似的，也就是海童才能包容你，你可得惜福，好好的对海童。战印说道，我掏心掏肺了还不够好。海童也笑道，奶奶，战印对我很好很好了，奶奶说的话和他姐常唠叨他一样。老太太在电话那边呵呵的笑。战印就问他老人家一句，什么时候回来啊？奶奶，我现在还在医院里躺着呢，没那么快回去。战印和海童都同时关心地问，奶奶怎么了？说了这么久，老太太都没有说她是在医院里躺着的，那心态好，说话都是笑呵呵的。夫妻俩还真的想不到老太太会住院，我就是独自出门的时候，被乔大少爷的车子吓得跌坐在地上，臀骨有点痛而已，然后乔大少爷送我去医院，还帮我通知了我的家属，我在江城的家属不就是浩宇。战印，奶奶就不能换一换配方的吗？你老人家也不年轻了，那样一屁股坐在地上，那万一没有控制好力道，真伤着了骨头怎么办呀？老太太一副自己被冤枉的样子，说道，奶奶真的是被乔大少爷的车子吓到的，战印信他奶奶才有鬼呢。听到这里，海童多少都明白了当初他会救到老太太，可能是老太太自导自演的，目的就是让他成了老太太的救命恩人，然后老太太可以利用着报恩的方式让战印和他结婚，就现在又对着战浩宇用这一招了。虽说老太太用的配方一样，不过有用就行，老人家才不管配方相同呢，他要的是乔涵对他有歉意，那样他老人家才好发挥吗？奶奶，乔大少爷帅不啊？帅，真人比相片还要帅。海童八卦地问，老三满意吗？他呀，他都没有乔涵帅，不管他满不满意，我就是喜欢乔涵的了。乔涵话不多，简直就是第2个阿印，不过他带着保镖不让年轻女性近身，那是怕别人发现他是女扮男装的。像乔涵这种话不多的人，就该找浩宇这样的男人当丈夫。浩宇呢，能说会道，跟谁都能聊得来。虽然战浩宇不喜欢被奶奶牵着鼻子走，坚决反对奶奶把他和乔涵凑成一对儿。不过在见到乔涵时，战浩宇能聊的本性发挥得淋漓尽致的，一向话不多的乔涵都和他聊了好一会儿。海童听得心痒痒的，真的很想变成孙悟空，跟着过去看热闹。彤彤，你帮奶奶看着一晨和云初，
也有好戏看的，戏太多场，你就一双眼睛。看不过来的，别感觉的遗憾啊。有人来了，不跟你们聊了。老太太听到外面传来了脚步声，马上就挂了电话，然后躺回病床上装睡。很快有人敲门而入，沉稳的脚步声传入老太太的耳里。那老太太就辨出了来人，正是她亲自相中的乔涵。那她适时地睁开眼睛，老奶奶，你醒了，是不是我吵醒你了？乔涵一身笔直的手工西装，五官俊美，身材高挑。他女扮男装多年，还刻意弄了个假的喉结，除了他的至亲，没有人知道她是女人。乔家对孩子的保护也很好，在孩子未成年之前，都不会让外界知道孩子的资料。故而乔涵一出场就是以男装示人，别人便以为乔太太当年生的是一对孪生子，称乔涵为乔大少爷。乔涵两手还拎着不少的老年人补品，他把补品放在床头柜上，见病房里只有老太太一人，温沉地问老奶奶，你孙子呢？我刚睡醒，不知道浩宇去哪里了。可能是见我睡着了，出去买东西吧。乔少爷，你快坐吧。老太太要坐起来，乔涵连忙按住她，老奶奶，你现在还不能坐，医生说要多躺才能恢复得快。其实老太太没什么事啊。乔涵是见他老人家年纪太大了，担心有事，坚持送老人家到医院做了一番检查。虽说最后查出来老太太并没有事，不过老太太老说痛，医生才会建议老太太住几天院观察观察。如果换成别人，乔涵都怀疑是碰瓷的了。是老太太，她不会怀疑。她知道战浩宇的身份，那这位老奶奶既然是战义臣的亲奶奶，那就是管城首富战家的那位老顽童老夫人。老太太的老顽童之名大概在坊间流传甚远呀。那老太太便没有坐起来。老奶奶，你今天感觉怎么样？还那么痛吗？乔涵在老太太的病床前坐下来。不痛了，就是当时被吓得狠了点儿。这几天晚上睡得不好，容易惊醒。乔涵沉默，半晌，他再次歉意的道：“那天是我司机开车快了点儿，差点撞上了你老人家，还好你老没事。我给老奶奶你买了些补品过来，有安神作用的，奶奶按要求吃就行。乔少爷，我没怪你，也是我自己过马路没有留意看车。我没事的，等我家浩宇回来了，我跟他说帮我办理出院手续，天天躺在这里无聊得很。”老太太说着又问乔涵：“乔少爷，你们江城有什么好玩的地方？江城挺多旅游景区的，那老奶奶你想去玩的话，可以让战总陪你去。”老太太立即垮下了老脸，浩宇是出差的，他事情很多，天天忙得很，根本就没有时间陪我到处走走。我也是很久不来江城了，年轻的时候跟着我家那位死鬼来过数次，现在年纪大了，想起当初夫妻同游之地，就想故地重游，趁我还能走得动，还死不了，能走就到处走走。乔涵又是沉默。那看到床头柜上有水果，他默默地拿起一只大苹果，起身进洗手间，把苹果清洗干净后，再坐在床前帮着老太太削苹果皮。老太太见他不接话，主动出击，问着他：“乔少爷，你能帮我安排一个导游吗？”乔涵沉声说道：“战总能安排，浩宇不会同意我到处玩的了，除非有个他信得过的人陪着我。人老了不中用了，连点自由都没有，去哪里还要征求儿孙们的意见，他们不同意，我是寸步难行。”乔涵把削了皮的苹果切成块后，递了一块给老太太，声音依旧低沉：“老太奶，你那样是冤枉了你的儿孙们。”乔涵继续说道：“据我所知，老奶奶在管城那是自由自在的，想去哪里没有人敢对你说半个不字。这一招用在海童身上很好使的，用在乔涵身上反而不好使了。
乔涵就是不会主动说要陪他老人家到处玩。就这个时候，战浩宇回来了，他的确是趁奶奶还没有醒来，先去处理他的公事了。现在临近中午了，他从自家酒店那里打包了午餐送过来给奶奶吃。远远的看到奶奶的病房门口有几个黑衣保镖在走来走去，就知道是乔涵来探望奶奶了。战浩宇颇为无奈，他知道奶奶盼着他们几个成家立室，但也不能随随便便给他塞一个男人婆呀。乔大少爷他是真的不来电，就因为看到乔涵，他就像看到一个帅哥一样，让他对一个帅哥动心，战浩宇总觉得自己弯了似的。乔家的保镖看到战浩宇送饭过来了，都向他点头，战总。战浩宇负责战氏集团旗下所有酒店的经营，在没有与战印同框的时候，大家是叫他战总的，就要是战印在场，大家呢都会很有默契地称呼他为战三少爷。战浩宇回应了乔家保镖后，推门进入病房，看到乔涵坐在床前，默默地看着他的奶奶，一声不吭。奶奶在吃着苹果，边吃边说着什么，总之乔涵就是没有回应。看到他进来，奶奶仿佛松口气的样子。战浩宇却有一股转身就走的冲动。浩宇，老太太可不给孙子偷溜的机会，马上就开口叫了孙子一声。战浩宇走过来，叫了一声奶奶后，便与乔涵打招呼。战总。乔涵站起来，仅是和战浩宇打了招呼。那便不说话了。略站了片刻后，就找了个借口离开。老太太让孙子送乔涵出去。没2分钟，战浩宇便回到了这病房里面。这么快就回来了？战浩宇好笑的道：奶奶想我多久才回来？乔总忙得很，他中午有饭局，约了大客户吃饭的，路过医院才来看看奶奶的呀。要不是奶奶被乔涵的车吓得跌倒住院，乔涵就觉得他有责任才肯挤点时间来看看。浩宇，你也找个机会请他吃饭呀。去咱们家的酒店吃。战浩宇，奶奶，我找什么理由请他吃饭？谢谢他吓得我奶奶住院吗？老太太语塞，随即又说你这么聪明，还想不到理由啊？别以为奶奶不知道你小子想的是什么呀。乔少爷多好的人呀，配你正合适。你这张嘴整天嘀嘀咕咕个没停。乔少爷话不多，你们俩在一起才不会无聊。奶奶，你也叫他乔少爷，我看着他跟个真男人没两样，人家也不承认是女人。奶奶愣是把我和他凑成一对儿，我总是觉得自己是在找兄弟，不是在找老婆，觉得自己是个弯的一样。老太太笑道，他扮男人是扮得很像，有经验的人听他说话的声音就能辨出来，他的刻意低沉和你们的自然而然的低沉是不一样的，他的声音里始终带着点清脆，不像你们的那般富含磁性。他当然以男人的身份是人，但他是男是女，他心里清楚，不承认自己是个女人。脱了衣服可见真章。战浩宇忍不住问道，奶奶，我是你亲孙子不？你老看我不顺眼，直接用拐杖抽我一顿便是。抽一顿不解气，可以抽2顿3顿，用不着这样坑死我呀。我敢脱了乔总的衣服，不被打死才怪呢。这里是江城，可不是管城，江城是乔家的地盘。战浩宇是在抱怨奶奶坑他，手上动作不停，洗干净了碗筷，把他打包过来的饭菜盛在碗里，要喂奶奶吃饭，被老人家拒绝了。老人家又不是真的有事，他自己能吃饭，不需要孙子喂他吃，又不叫你强行扒人家的衣服验个真假。你和他混熟后，请他去泡温泉呀，一起游泳呀，不就知道了。奶奶最疼的就是你了，你没看你二哥的事，我都不亲自插手，由着他自己折腾。你的事奶奶亲自操刀，还不疼你啊？还不把你当成亲孙子？战浩宇嘀咕着，奶奶这种疼爱，我还宁愿奶奶给了二哥呢。二哥的妻子人选虽说是个盲人，却不像乔涵那样女扮男装。
宁大小姐能被奶奶相中，必定也有其聪明之处的。你二哥交给了你大哥大嫂管着呢，奶奶不用操心，她只操心你。你早点进入状态，奶奶还得去给老四和老五找媳妇呢。战浩宇忍不住说道：“奶奶就不能由着我们自由恋爱吗？奶奶是由着你们自由恋爱啊，只不过是给你们一个目标对象而已。奶奶也给了你们时间，1年为期，1年内你们确实发展不成夫妻的话，奶奶也认了。”战浩宇就嘀咕着：“我们兄弟几个在别人的嘴里那是天之骄子，人中龙凤，在奶奶这里倒成了推销不出去的滞销品。我们年纪也不算大，都还不足35岁。奶奶看东明哥都36岁还未婚呢，他的计划是30岁之后，35岁之前解决婚姻大事的。像他们这种工作很忙、事业有成的男人，婚姻都较晚的。大哥不就是30岁才在奶奶的逼迫下与大嫂闪婚的吗？当初看到大哥被奶奶唠叨，他们还庆幸大哥是老大，那种好事儿只会轮得到大哥，是轮不到他们的，却忽略了没有大哥当挡箭牌了人，他们一个都别想逃。也就最小的那2、3个堂弟还可以逍遥自在，等到最小的堂弟可以结婚时，估计要10几年之后，那个时候奶奶就没有精力再折腾他们了。老太太说道：“人家东明有了目标对象的，他奶奶是去世了，要是我那个老姐妹还活着，他老人家保证1哭2闹3上吊，使出浑身解数逼着东明结婚生子。”战浩宇对于陆家已过世的老太太还是有印象的，那是个比自家奶奶还要难缠的老人家。相较于陆老夫人来说，他们家奶奶算得是上很好很好的了，你们就知足吧。奶奶，我虽然操心你们的婚事，却没有像我老姐妹那样做，只是按照你们的性格，帮你们寻找适合你们的女孩子，让你们自由发展感情，已经够尊重你们了呀。也是你们的爸妈不负责任，就知道嘴上唠叨2句，没有实际行动，还得我这副老骨头亲自出马，天天被你们在背后骂我死老太婆太霸道。战浩宇马上辩解：“奶奶，我们从来没有骂过奶奶死老太婆的，奶奶也不霸道，我们的奶奶最开明的了，我们都很喜欢奶奶的。他们的父母只是嘴上催婚，没有行动起来，由着老太太操刀，是知道他们几个最敬重的人就是奶奶，奶奶对他们做什么，他们都不会跟奶奶生气。连大哥那样的性子，最后都得向奶奶屈服呢。况且大哥大嫂现在过得很幸福，这就让奶奶打了鸡血一般，觉得他老人家出手，孙子们就能得到幸福。少拍马屁了，奶奶最不缺的就是马屁，奶奶缺的是孙媳妇，是曾孙女。你们谁能给我生个曾孙女，我重重有奖。”战浩宇说道：“奶奶还是催大哥大嫂吧，他们好歹结了婚的，他和乔涵8字还没有一撇呢。奶奶在你大嫂面前提过几次后就不能再提了，那再提你大嫂有生娃压力。小俩口现在好的蜜里调油的，怎么就是没动静呀？”老太太虽说不再当面催生，心里却是着急的。也没多长时间，就他们俩婚礼都还没有办呢。不着急，奶奶也不用催大哥大嫂，说不定二哥他们后来居上呢。老太太也就是在自家孙子面前唠叨2句，不会在海童那里说的。而那一边的战印，在老太太挂断电话后，他和海童在小区里走了2圈后，便回家准备午饭了。想到自己使了小性子，战印特意让梁姨不用帮忙，他亲自下厨准备午餐。梁姨很不习惯，进进出出厨房无数次，都想帮忙，最后战印黑了脸，他才灰溜溜地走出来。在阳台上打理着花草的海童笑道：“梁姨，你们大少爷想做饭，你就由着他做，他又不是做不来。大少奶奶，我这不习惯呀，也觉得良心不安。他是大少爷家里的工人，却看着大少爷在忙碌，他帮不上忙，感觉自己是白领工资的一样。没事，多来几次就习惯了，习惯就好啦。大少爷是把大少奶奶宠在心尖上，
只要能让大少奶奶开心，那大少爷都不知道做了多少事呢。就与此同时的陆家大宅，陆东明在早上离开任你时之后，在于茵茵的一再劝说之下，回了自己的家里，就说是陪父母吃饭。陆太太早就收到了于茵茵的信息，提前从陆东明名下的房子回到陆家大宅，同时又把另外3个儿子都叫了回来，一家人齐齐整整地吃了一顿饭。今天风挺大的，茵茵，你要出去散散步消消食吗？在于茵茵刚坐下时，陆太太就笑眯眯地问着她。于茵茵能劝得陆东明回家，这陆太太很是欢喜，也更有信心撮合于茵茵和陆东明了，是打算出去走走吹吹风。于茵茵平时也习惯了饭后散散步的。那陆太太看向陆东明，那陆东明和3个哥哥在讨论着最近的股市行情，没有留意到母亲和于茵茵的对话，更不知道他正被母亲瞪着呢，还是他二哥发现了，碰了碰他，小声提醒他，老四，妈正看着你呢。应该是有事要让你去办的。陆东明扭头看向了母亲，笑问，妈，怎么了？这样看着他，茵茵要出去散散步，你陪陪她哈。陆太太不指望这个儿子能够体会她的苦心，她直接说个明白，让陆东明陪着于茵茵散步。陆东明看向于茵茵，问道，于小姐，你在我家里也住了一段时间，熟悉了我家里的环境吧？也就那么点地方，你自己走一走不会迷路的。这陆太太一脸黑线，都想抄东西砸向小儿子了。于茵茵笑道，我自己走是不会迷路，就是自己一个人散步显得无聊。想有个人陪着，就能聊上几句。陆四哥可否陪我出去散散步？陆东明被哥哥们以及父母盯着，那句拒绝的话都滚到了嘴边，又原路滚了回去。他说道，现在太阳很大，热，又不是傍晚，管城的3、4月都能感受到热度了。到了5月，很多人已经换上短袖，开始离不了风扇。今天风大，一点也不热。陆太太说道，茵茵是客人，你得陪陪她，麻溜的给我出去。陆东明看看3个哥哥，期望3个哥哥能替他说说话，但3个哥哥都左看看右看看，就是不看他。万般无奈之下，陆东明只得起身，对于茵茵说道，于小姐，走吧，我陪你去外面吹风。于茵茵笑道，那就占用一下陆四哥的时间。看着2个人一起走出去的背影，陆太太欣慰地对丈夫说道，那2个孩子多般配啊。东明就是不开窍，像茵茵这么优秀的女孩子，她要不早点下手，就会被别人抢走。我和茵茵的妈是好闺蜜，她才能占个优势的。陆先生笑道，你啊，别逼得太甚。东明都被你吓得跑到战印家里去住了。那小子今晚看到战印后，我跟战印说，让战印把那小子赶回来。妈，我看东明对于小姐没那方面的意思。陆大哥说了句，陆二哥也接话，妈，感情的事是勉强不得的。东明若是不喜欢，你也别强逼他和于小姐在一起。酱扭的瓜儿不会甜，那我看于小姐也不是那种喜欢被强扭的人。于茵茵是个有主见的女孩子，她是真的对陆东明有意思，就才会任由着2家父母撮合她和陆东明。但不代表她就喜欢酱扭。就要是她实在征服不了陆东明，她会放弃的。绝不嫁一个不爱她的男人。他们俩是都还没有尝试，怎么知道发展不起来？就是你们老是替东明说话啊。东明才会36岁，还娶不到老婆，再过几年他就40岁了，40岁都快要当爷爷的年纪，他连个女友都没有。那陆东明3位哥哥都不敢接话了，怕再替弟弟说话，就会被母亲怨怪是他们宠着东明，以至于东明36岁还单着。陆东明陪着于茵茵出了屋，2个人在院子里沿着林荫小路随意地逛着。不过陆东明的脚步很快，那于茵茵穿的是高跟鞋，跟着他走有点吃力。陆四哥，
于茵茵不是那种愿意委屈自己将就别人的人，她小跑上前，伸手就拉住了陆东明。怎么了？陆东明对于茵茵的态度不算好，但也不算差。他并不讨厌于茵茵，只是对这个女孩子不来电而已。他也不喜欢家里人擅自就给他安排女友。哎，陆四哥是和我跑步比赛吗？陆东明黑眸闪烁几下，说道：不是说散步吗？要跑步比赛也不能吃完饭就跑呀，那样容易肚子痛的。于茵茵，陆四哥，你别给我扮傻啊，那里有张凳子啊，我们坐下来聊一聊。陆东明想说呢，他和他没什么好聊的。生意上的事嘛，两家公司还没有合作成功，就没有什么好聊的。不过他还是跟着于茵茵走到了那张长石凳前坐，正想坐下，于茵茵却阻止了他。只见他拿出了一包散发着香气的纸巾，然后用纸巾把石凳子擦了2遍，扔掉了纸巾后，他才允许他坐下。这个女孩子倒是个细心人。陆东明边大咧咧地坐下，边说道：我家里的工人每天都会把后院的石凳子、石桌擦干净的。最近风大，灰尘就多，就算每天擦了，依旧会有灰尘的。刚刚我擦拭的时候，纸巾上就满是灰尘。陆东明就笑了笑，问他：于小姐有洁癖吗？没有。那就好，我最怕有洁癖的人了。像我这种大老粗，跟有洁癖的人合不来的。站印有轻微的洁癖，倒在我的忍受范围之内。站印就是有点龟毛，不严重。于小姐打算什么时候回去？陆东明和于茵茵相处的时间少，没什么共同的话题，他干脆就问着于茵茵的归期。于茵茵偏头看他，似笑非笑的。陆四哥想赶我回去了。我来也没多久呀，要办的事情我是办完了，不过与你们这些大集团的合作还没有谈妥，短期内我不会回去。两家长辈都想撮合他和陆东明，他留在管城洽谈生意，他的父母及兄长都支持他。公司里的事有大哥呢，他现在重点是跟陆氏集团签约，有了合作关系，他就能和陆东明常来常往了。我没说要赶你走，就是觉得于小姐来了挺长时间的。原来时间还不长呀。咱们合作的事，工作日再说，周末放松放松，不说工作上的事。于茵茵赞成他，我也是这样的人。工作的时候只谈工作，休息的时候就休息，不谈工作。陆四哥，我能问你几个问题吗？陆东明大方地道：你问吧。我们两家父母都想把咱们撮合成一对儿，我对陆四哥也挺满意的。可以说我现在挺喜欢陆四哥的，说爱吧。那肯定还早，不过我相信相处的时间长了，我是会爱上陆四哥的。那在于茵茵的眼里，陆东明现在是他的目标。他对他是喜欢，是征服吧？爱吗？那用他的话说啊，现在说爱，别说陆东明不相信，他都不相信。一见钟情是不会发生在两人身上的。但陆四哥总是逃避，是我不够好，还是陆四哥另有心上人啊？陆东明没想到于茵茵会问得这么直白，不藏着掖着，不拐弯抹角，直接摊开来问他。这性格倒是挺合给他当兄弟朋友的。就他看着于茵茵，第一次近距离地看着他，不得不承认她是很漂亮，各方面都很优秀。他妈那么挑剔的人，都对她非常满意，是她本身条件就不错。两家都是豪门，虽说不在同一个市，现在交通发达，就算不在同一个市，这两大豪门结成姻亲也不碍事。那像 A 市的君家就和望城的兰家成了亲家，那两家的距离才较远呢。于小姐很好啊，年轻漂亮，精明能干，是我妈眼里的理想儿媳妇。于茵茵笑，是阿姨眼里的理想儿媳妇有什么用？我想知道在陆四哥的眼里，我是不是理想的妻子人选？陆东明想了想后说道：我工作很忙，我的妻子要是工作也很忙的话，天天早出晚归，夫妻相处的时间都少，就谈不上温馨幸福了。
陆四哥想要的妻子是在家里相夫教子，为你打理后方的。就于茵茵觉得他是做不到这一点的，那就算嫁人了，他依旧要保留自己的事业，要保持着经济独立。那倒也不是，我是想要那种有事业，但不用天天早出晚归，能分一半的时间在经营家庭的妻子。他赚多少钱我不在乎，他高兴就好。我能养得起一个家，养得起老婆儿女。陆东明不知不觉就把海玲现在的特点带入去了。海玲现在算是有事业，天天要早出，但不用晚归，她的生意只需要半天时间，那还有半天时间是自由的呀。于茵茵聪明，觉得陆东明提出来的条件，海玲很符合，不过她没有点破。陆东明除了天天去任你时吃早餐，对海玲的儿子很好之外，并没有其他不妥之处。说他相中了海玲，估计他自己都不会承认的。我和陆四哥的工作都忙，但咱们俩要是想挤出时间照顾一下家庭，我们都可以。要是我和陆四哥如长辈所愿了，我肯定会用心经营我的小家，但家是我们2个人的家，陆四哥也要用心经营才行。陆东明，我们还没有在一起呢。我就是打个比方，陆四哥觉得我说的对吗？要是陆四哥只希望女方付出，自己只顾享受，什么都不想付出的话，是我打扰了陆四哥。咱们以后只做朋友，只当生意上的合作伙伴。于茵茵想要的是双向奔赴的爱情，而不是单方面的付出。于小姐说的很对，我也不是那种只顾享受、不懂付出的人。婚姻的确需要男女双方共同经营才能长久，才能幸福呀。